第78章心理阴影。艾尔，哈森附和道。确实，很难想象占卜家的后续会是小丑。依照正常的逻辑，没有谁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，这很奇怪吗？我记得不少途径的序列魔药，前后也缺乏必要的关联。黑发女士洛洛塔捂嘴打了个哈欠，看得出来，她的伤势较为严重，以至于女神的凝望也难以让她再保持旺盛的精力。不，洛洛塔，这完全不同。其他的序列魔药即使再缺乏关联，我们也能从另外的方面找到一定的共同点，但占卜家和小丑不行，我完全无法理解。艾尔，哈森摇头感叹道。克莱恩听着他们的议论，笑了一声道：“不还是有共同点的是什么？”艾尔好奇问道。邓恩屈伸手臂的动作也明显放缓。克莱恩一本正经的回答：“不管是占卜家还是小丑，都能在马戏团找到。”艾尔、邓恩和洛洛塔一下愣在了那里。噗，不错的回答，我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。黑发女士洛洛塔最先回神，笑了出声。艾尔跟着露出笑容，摇头说道：“现在这个时代，具备自嘲精神的绅士是越来越少了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今天又遇到一位你以为我喜欢自嘲啊？我不也是没想到其他共同点吗？”克莱恩腹诽了两句，笑容略显苦涩的回答：“我只希望这个序列途径的魔药不要再出现驯兽师、杂技演员、魔术师等名称，那样就真组成马戏团了，而且还是一人成团。”哈哈，邓恩等人当即被他的话语逗笑，车厢内充满了欢快的气氛。马车前行，一路来到佐特兰街，没怎么受伤的克莱恩当先进入了黑金级安保公司。女神啊，你遭遇了什么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罗珊随意一望，愕然出声。克莱恩低头看了下自己肮脏且破损的正装，依旧感觉心疼的回答道：“任务里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意外，还好女神庇佑，结局是美好的，赞美女神。”罗珊虔诚的在胸前画了个绯红之月。不等克莱恩开口，他主动询问道：“需要我们再次去3楼躲避？那件封印物真有那么危险？”相信我，它比你想象的更加危险。克莱恩心有余悸的回答道：“要不是自己有更加神秘的转运仪式，今天就交代在2049那里了。”女神啊！罗珊嘴唇翕动，似乎还有好多话想说，还有好多问题想问，但考虑到队长就在下面等待，他终于忍耐住了冲动，招呼着奥利安娜太太等人前往3楼黑金级安保公司的左右隔壁，楼上楼下，要么属于教会产业，要么居住着虔诚的、模糊知道情况的教士。等到文职人员全部撤离，克莱恩没抢着去娱乐室通知别的职业者，他当即返回协助队长等人将封印物2049怪物比伯残留物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护送到了2楼。通过隔断，邓恩推开娱乐室的门，对2位正在玩昆特牌的职业者道：“弗莱、洛耀，你们立刻去码头区提里尔仓库，协助伦纳德处理后续。”好的，头发乌黑、表情冷淡的女士洛耀率先起身，黑发蓝眼、皮肤苍白的收拾人弗莱跟着站直。他们放下昆特牌，走出娱乐室，在通过隔断的时候，明显都停顿了一下。等等，邓恩没有辜负大家期望的喊了一声：“还有什么事情吗？”不眠者洛耀表情未变的扭头问道：“记得通知警察，让他们封锁道路，在你们处理好现场，将尸体搬运回来以前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。”邓恩轻拍了下额头道：“好的。”洛耀转身往前走了2步，重又停顿下来。他回过头，眨了眨眼睛，冷冷淡淡的确认道：“队长，没有别的事情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邓恩斩钉截铁的回答道。洛耀微不可见地点头，率先走向了大门，而气质冰冷阴暗的收尸人弗莱则依旧保持着不快不慢的速度。就在这时，邓恩又一次开口：“记得告诉罗珊和奥利安娜太太他们，可以下来了。”“没问题。”弗莱平静到近乎没有情绪波动的回答道。目送2位职业者走出大门，爬向3楼，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，跟着队长和艾尔等人进入地底，一路直行，抵达了那对开的查尼斯门。“你去武器库找老尼尔过来，我们需要他的仪式魔法治疗。”邓恩一边示意留守的不眠者科恩里打开查尼斯门，一边吩咐着克莱恩。随着药剂效果的褪去，他的精神逐渐萎靡。好的，克莱恩没等待队长补充，自顾自说道：“我会代替老尼尔看守武器库，也会再申请至少20枚猎魔子弹，并等待圣堂的批复，忍住对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好奇。”邓恩一时竟找不到语言来应对。“队长，没有别的事情了吧？”完成了抢答的克莱恩微笑问道。
邓恩摇了摇头，还是没能说出话。取出手杖，转过身体，走了一截，克莱恩拐向武器库，将事情大致的经过告诉了正在喝清水的老尼尔。变成了失控的怪物，你还击杀了一位非凡者。老尼尔快速收拾了下桌子。我就像在听一个戏剧的剧本，他嘟囔着绕过桌子，目标直指走廊，根本没等待克莱恩的回答。克莱恩倒是颇为好奇的问了一句：尼尔先生，教会没有真正的治疗药剂吗？既然还需要仪式魔法的帮助，普通材料调配的药剂无法长时间固化来自仪式的治疗效果，超凡类型的材料则非常稀少，且大部分都不适合用来做这种事情。老尼尔随口解释了一句：你应该知道女神的凝望了吧？这种药剂刚通过仪式制作出来的时候是标准的真正的治疗药剂，但之后每1分钟效果都在蒸发，直到只剩下一点。这样啊？克莱恩略有些失望地点头。作为曾经的键盘冒险者，也就是游戏爱好者，向往治疗药剂实在是习惯问题。目送老尼尔离开，他坐了下来，感受到阔别很久般的安宁。这样的安宁里，他回想起了燕尾服小丑临死时的惨状，回想起了自己冷血的射击，回想起了那狰狞的窗口和勃勃涌出的鲜血。克莱恩的身体渐渐站立，心里充满了不适感。他先是站起，接着坐下，然后缓慢重复了这个过程，并夹杂上来回的走动。呼，他吐了口气，打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，免得总是想起那些不好的画面。克莱恩摘下礼帽，脱掉正装，掏出手帕和刷子，认认真真清理起衣物上的泥土和灰尘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听到了熟悉的老尼尔脚步声，那是由脚后跟先落地制造的特殊，真是让人疲惫啊。老尼尔抱怨着走进房间，你告诉其他人，1个小时内都不要来这里，我需要一定的休息。他的目光扫过克莱恩，随口吩咐了一句：不如你去楼上休息，我看守这里。克莱恩好心提议道。老尼尔摇了摇头，上面太吵闹了，小罗珊是个停不住嘴的姑娘。好吧，克莱恩没再坚持，穿上外套，戴好帽子，拿起手杖，回到了走廊，并将武器库的大门拉直半掩。哒哒哒，他缓步走在空旷的过道上，忽然看见旁边多了个自己之前从未见过的房间。这里有道密门啊！克莱恩停在靠近拐角的位置，眺望向那个房间。他发现收尸人弗莱已经返回，正在里面详细检查一具被完全剥光的尸体。尸体！克莱恩心头一动，鼓起勇气靠近房间，在敞开的门上轻敲了3下。咚咚咚！弗莱停下动作，转过身体，用蔚蓝而冰冷的眼眸看了过来。抱歉，打扰到你了，我只是想知道这是不是那具非凡者的尸体。克莱恩斟酌着语气问道。对弗莱薄薄的嘴唇张合，却只吐出了一个单词。克莱恩的目光越过他，看向尸体，果然在额头发现了那道熟悉的狰狞伤口。是那个燕尾服小丑。克莱恩暗自吐了口气道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，弗莱异常简洁的回答道。气氛一下尴尬，克莱恩正想着告辞，弗莱却主动开口了。如果你感觉不适，可以进来看看，你会发现这只是一具尸体，怕我有心理障碍。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。好的，他进入房间，来到铺着白布的长条桌旁，望向了那具尸体。燕尾服小丑脸上的红黄白油彩已全部被清除，暴露出一张没什么特色的陌生脸孔。黑头发，高鼻梁，年纪在30上下。这时，弗莱走到墙角的方桌前，拿起了一节铅笔和一张白纸。他返回尸体附近，放好白纸，手拿铅笔，刷刷刷画了起来。克莱恩好奇的瞄了一眼，发现弗莱竟然在给燕尾服小丑的头部做素描。没过多久，弗莱停下了铅笔，而白纸上多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肖像。他和尸体相比，仅仅只是没有伤口，仅仅只是多了蓝色的眼眸。人才啊！克莱恩诧异的赞叹道。我没想到你的素描竟然这么好。在成为职业者之前，我的梦想是做一位画家。弗莱的语气没有一点起伏。那为什么不去实现梦想呢？克莱恩疑惑问道。弗莱放好铅笔，手拿燕尾服小丑的肖像道。我的父亲是女神的牧师，希望我也成为一名牧师，这是足够体面的职业。你做过牧师？克莱恩愕然在问。他很难想象弗莱这种性格、这种气质的人做牧师。做的还不坏。弗莱表情冷漠，嘴角隐有点上翘的回答道。后来遇见了一些事情，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就成为职业者了。克莱恩没去详细打探别人的隐私，转而问道，
你曾经是女神的牧师，那为什么不挑选不眠者呢？一个私人的理由，弗莱坦然回答道。而且戴莉女士是个好榜样。克莱恩点了点头，正待岔开话题，却听见弗莱说道：“你帮我看着这里，我必须立刻将肖像画交给队长。关闭密门很麻烦。”好的，克莱恩虽然有些害怕单独面对尸体，但还是强忍着答应了下来。随着弗莱离去，房间内变得安静，那具尸体躺在那里，沉重压于克莱恩心头。他吸了口气，想要战胜自己般靠近了那张长条桌。燕尾服小丑静静躺着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紧闭，失去了所有的气息。他除了伤口狰狞，还散发出死人独特的冰冷。克莱恩凝望了一阵，心情逐渐沉淀，似乎平静了下来。目光扫过，他发现燕尾服小丑的手腕处有个奇怪的烙印，于是大着胆子伸手去触碰，想要翻转过来，看得更加清楚。冰冷的感觉刚从克莱恩的指尖传入大脑，那只苍白的失去了所有生机的手掌突然弹起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腕部，紧紧抓住了他的腕部。第79章又一次的呢喃。被5根关节发白的手指冰冷又疼痛的扣住腕部，克莱恩瞬间就根根汗毛耸立，下意识往后抽手，疯狂的想要退开。沉重的感觉传来，克莱恩用尽了全身力气般拉拽着自己的小臂，扑通，那具苍白的赤裸的尸体被拉得歪斜，从长条桌上摔到了地面。然而那冰凉惨白的手指依旧用力扣住克莱恩的腕部。克莱恩一时失去了思考能力，脑海里尽是拔枪砰砰砰的想法。可是因为惯用手收不回来，他丢掉黑色手杖，努力了好几次都没能顺利从腋下枪袋取出左轮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具尸体的眼皮豁然上抬，露出一双没有焦距的蓝色眼眸。他嘴巴翕动，呢喃出声：霍纳奇斯，霍纳奇斯，霍纳奇斯。3声之后，急得手忙脚乱的克莱恩感觉到扣住自己腕部的手指开始松动，接着他们便无力垂下。燕尾服小丑的眼睛重又紧闭，刚才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如果不是苍白的尸体正躺在石质地板上，克莱恩也许会认为自己遭遇了幻术。他踉踉跄跄退后了几步，只觉身体多个部位都在因惊吓过度和紧张害怕而痉挛。呼呼，克莱恩喘着粗气，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，警惕又畏惧地望向地上的尸体。他取下左轮，谨慎地一步步退出房间，确认那具尸体在没有任何动静后，才瞄了眼自身持枪的腕部。那里有5个深深的暗红色的指印，他们正无声地述说着之前的遭遇。克莱恩平静了不少，心里不断回荡起一句脏话：草他妈的，吓死老子了！喘了10来秒钟，他开始于脑海勾勒物品，让自身迅速获得冷静的状态。仔细回想，克莱恩将刚才的遭遇一帧帧重放了起来。虽然他还是不明白燕尾服小丑尸变的原因，但却敏锐把握到了重点，那就是对方反复呢喃的霍纳奇斯。又是霍纳奇斯。克莱恩一下皱起了眉头。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记载了霍纳奇斯山脉的夜之国。我在冥想和灵视中听见不该听见的声音时，也有霍纳奇斯这个名词，而现在这个死人用诡异的方式又一次在我耳边强调了霍纳奇斯。难道很多问题的答案就在霍纳奇斯山脉？也许那里还蕴藏着巨大的危险，比如某个邪神就被封印在山脉内。通过类似的引诱寻求脱困，思绪纷呈间，克莱恩小心翼翼进入房内，触碰了尸体几下，确认对方已经死透。他想着不能让收尸人弗莱看到自己将这里弄得一团糟，于是鼓起勇气，手拉肩扛的把尸体搬回了长条桌。整个过程里，克莱恩不仅一直提着心吊着胆，随时都可能因为微小的动静崩断神经，而且被尸体与自身肌肤的冰冷接触弄得异常恶心。艰难完成了这个任务，他才想起之前为什么要靠近尸体，于是再次凝神望向了燕尾服小丑的腕部，望向那奇特的烙印。那个烙印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下来，凝缩成一团带着些许蓝色的血球。血球只的拇指大小，以一种违背物理规则的姿态静静悬浮在半空。这是什么？克莱恩低语了一句，不敢再鲁莽触碰。他完全没想过昧下这个诡异的血球，一是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好是坏，二是他相信仔细检查过尸体的弗莱肯定早就发现了手腕的烙印，甚至可能知道诡异血球究竟是什么东西。而就算弗莱不清楚，上交给队长，让整个职业者队伍去探索去研究。
显然也比我胡乱尝试要好很多。克莱恩如是想到，身在组织内，个人就要懂得怎么最大程度的利用组织的力量。克莱恩紧绷着等待了几分钟，就看见黑发蓝眼、嘴唇很薄的弗莱返回房间，他的目光瞬间被那诡异血球吸引，问出了克莱恩之前自问过的问题：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克莱恩诚实摇头，没做任何隐瞒的将事情的经过描述了一遍。烙印脱落成血球，弗莱仿佛在思考般点了点头。非凡者的尸体总是会有些奇怪的变化。他抬起头，看向克莱恩道：你去请队长过来，并将尸体呢喃的内容告诉他。好的。克莱恩早就想离开这个地方了。你不用和队长一起过来。弗莱又补充了一句：我想你肯定不喜欢看见接下来的画面。说话的同时，他拿起了旁边银白色的手术刀。克莱恩心有余悸地点头道：这正是我希望的。他拿上手杖，戴好帽子，拐去了查尼斯门，在值守室内看见了不在维米的队长邓恩。邓恩平静听完他的叙述，微不可见的颔首道：我会将这件事情通报上去，让圣堂处理，也许他们会派人去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看一看。克莱恩嗯了一声，见值守室内只有队长和不眠者科恩里，于是随口问了一句：艾尔先生他们去休息了吗？邓恩点了点头道：艾尔和博尔吉亚在圣塞琳娜教堂，洛洛塔应该是寻找咖啡馆去了。咖啡馆？洛洛塔女士的伤应该还没有痊愈吧？克莱恩诧异问道。邓恩揉了揉两边眉骨，笑笑道：洛洛塔有三大爱好：咖啡、甜点和女仆。他说必须有这三样事物才能加速痊愈。女仆？克莱恩茫然反问。洛洛塔女士难道有某方面的癖好？邓恩无奈摇头道：她喜欢女仆。是这样没错，而且喜欢胸大的。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。克莱恩不知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了。邓恩没再耽搁，往值守室外行去。克莱恩望着他的背影，安静等待着转身。与此同时，他眼角余光看见不眠者科恩里掏出怀表，按了开来。3、2、1。克莱恩默数刚完，邓恩就停了下来，半转身提道：又忘记一件事情。克莱恩，你今天经历了太多，放松之后肯定会感觉疲惫，下午就不用待在这里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明天就提交申请，将损失详细列出来。击杀非凡者的事情不用特别在意，杀了他，你就等于拯救了更多的人。其实我已经好多了。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。邓恩微微颔首，正待转身，又猛地轻拍了下额头道：还有，我已经将那个非凡者的肖像画交给了伦纳德，让他和警察部门负责后续的调查。我想那个非凡者肯定会在廷根市乘坐马车，享用食物，也肯定会有居住的地方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罗塞尔大帝的这句话确实非常有道理。是的，克莱恩木然回答。等到队长远去，他也离开了值守室，慢悠悠走向2楼。途中，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，莫名竟多了几分恐惧。燕尾服小丑宣称密修会掌握了占卜家对应的序列途径，即使这属于夸大，他们其实没有高序列的配方，低序列也肯定不缺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有不少占卜家，那会不会占卜出是我杀的燕尾服小丑，暗中进行报复？对付不了职业者，还对付不了我一个没什么直接克敌手段的占卜家。克莱恩停在了楼梯上，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，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在瞎担心。第一，密修会根本不知道职业者成员究竟有哪些。第二，即使知道那么一两个，也绝对不包含我这个文职人员。第三，这种情况下，除非是预言者，否则没可能占卜出凶手是谁。他松了口气，离开黑金级安保公司，乘坐公共马车返回了水仙花街。虽然他中午什么也没吃，但此时依然缺乏胃口。克莱恩进入卧室，先行脱掉了破损的正装，摘去了半高的丝绸礼帽，然后躺到床上，试图睡上一觉。他的思绪依旧活跃，整个人似乎放松不下来，但脑海里重复的不再是射杀燕尾服小丑的画面，而是自己搬动尸体时的场景，而是那让人毛骨悚然的触感。他少了许多初次杀人的不适，但多了几分光是想想就会出现一颗又一颗疙瘩的恶心。这也许就是弗莱的目的，希望我靠正视尸体来战胜心理阴影。然而之前的心理阴影是没有了，新的心理阴影却出现了。克莱恩自嘲一笑，精神随之舒缓。他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，等到醒来，肚子正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我觉得我能吃下整整一头牛。克莱恩低语一句，看见窗外太阳西斜，
天边火烧。换好陈旧但舒适的家居衣物，他快步走到了1楼，还没来得及考虑做什么晚餐，就听见了开门的声音。梅丽莎，他嘴角略微上翘的想到，自从开始坐公共马车，妹妹回家就不再那么迟了。钥匙扭动，房门打开，梅丽莎提着装书本、文具的袋子，小步进了进来。她望向厨房门口道：“克莱恩，有你的信，你导师寄过来的信，导师的信。对了，我写信问过他霍纳奇斯主峰的相关历史情况。”克莱恩先是一愣，旋即想了起来。第80章晚宴的邀请用过晚餐吃饱喝足的克莱恩悠闲地坐到客厅沙发上，用小刀裁开了导师寄过来的信。此时，梅丽莎坐在餐桌旁，就着煤气灯的光芒，刻苦演算着书本上的习题。班森则卧于单人沙发，捧着初等会计教程阅读。抖开足足3页的信纸，克莱恩有些期待又有些畏惧的看了过去。很高兴能收到你的来信，这让我怀念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。不幸的是，韦尔奇和娜亚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我分别参加了他们的葬礼，感受到了他们父母的巨大悲伤。这是2个本该拥有辉煌美好未来的年轻人，命运总是难以预料，谁也无法知道下一刻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究竟是什么。年纪越大，见过的事情越多，我越能感受到作为人类的脆弱和无助。关于你提到的霍纳奇斯主峰的历史资料，我记得考古学家约翰·乔瑟夫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专著，详细的描写了他在霍纳奇斯山脉主峰的见闻。他发现了几处古代的建筑，距今超过1000年以上，让每一位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感觉羞愧的是，我们缺乏精确定位年代的办法，只能根据建筑的风格、壁画的特点以及少量可辨识的文字来做粗略的判断。很难相信，在那么高的山峰上会有人类的聚居点。乔瑟夫先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，那些人类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文明，独特的文明。具体的情况在信上很难描述清楚，我建议你去德维尔图书馆尝试能不能借到那本专著。相信我，德维尔爵士捐赠的这座图书馆比市政府设立的那个拥有更多的藏书。那本专著的名字是霍纳奇斯主峰古代遗迹研究，由鲁恩人出版社出版。另外还有一些论文提到过相关的情况，它们分别刊载于新考古、考古学综述等期刊上，具体名称和期号是。克莱恩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读完，将导师提到的专著和论文名称反复默念了好几遍。紧接着，他翻出信纸，找到钢笔，用书面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。梅丽莎，明天你帮我寄这封信，这是邮费。克莱恩将装好的信和超额的邮费放到了妹妹的书本旁。梅丽莎看了一眼，抿了下嘴道：“克莱恩，邮费不需要这么多。”是的，邮费不需要这么多，但女孩子需要一定的零花钱。克莱恩微笑回应道：“我想塞琳娜应该告诉过你这一点。”他见梅丽莎还有些抗拒，忙又补充道：“她可以帮助你买到想要的材料、想要的工具。”梅丽莎低声重复了一遍，目光移向书本，微不可见点头道：“好的。”克莱恩的嘴角顿时上翘，他步伐轻快地走回了沙发。非常棒的说服，准确找到了梅丽莎的弱点。班森竖了下拇指，压低嗓音笑道。克莱恩清了清喉咙，一本正经的回答：“那我该怎么说服你呢？你自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文法和古典文学上面，当然，基本的数学和逻辑也同样重要。根据公学和文法学校的课程，根据大学入学考试的内容，克莱恩几乎能把握到还未诞生的公务员考试的大概方向。”班森摸了摸自己的发际线，自嘲一笑道：“在那些书籍面前，我感觉自己像只卷毛狒狒，但它们确实足够有用。”克莱恩笑容坚定的说道。就在这时，梅丽莎放下钢笔，站了起来，走到沙发位置道：“班森，克莱恩，这周周日是塞琳娜的生日，她和她父母想邀请我们一家去参加晚宴，你们有空吗？”“我应该没有问题。”克莱恩想了下道，“正好也能认识认识妹妹的朋友，免得将来梅丽莎出了什么事情，自己都找不到人打听。”“我也是。”班森用手指梳理了下头发道，“看来我们得考虑送给塞琳娜小姐的生日礼物了。”克莱恩笑笑道，“这件事情就交给梅丽莎，她比我们更加了解塞琳娜小姐，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位绅士该做的事情，付钱。”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偷懒描述的这么动听。班森摇头轻笑道。克莱恩回以微笑，这就是文法和古典文学的作用。班森没想到话题又绕了回来，一时竟找不到语言应对。第二天，克莱恩穿着原本的那套廉价正装，提着黑色的镶银手杖，一步一步爬上楼梯。
来到黑金级安保公司的门口，他的燕尾服已送去衣帽店缝补。克莱恩正打算和罗珊问好，忽然看见队长邓恩从隔断走了出来。上午好，克莱恩，昨晚睡得还好吗？邓恩关心地问了一句。克莱恩如实回答道，比我想象的好，竟然没有做噩梦，只是回忆的时候依然有些沉重，有些恶心，很好，我可以放心了。邓恩微笑点头道。又聊了聊天气，他主动提到盛唐已回复了我的电报，让艾尔和洛洛塔他们立刻将封印物2到49分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一起送去贝克兰德，并派了另外的职业人在昨天下午乘坐蒸汽列车过来帮忙。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出发了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彻底摆脱了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阴影？克莱恩怔了怔，有种不够真实，好像在做梦的感觉。这比自己想象的轻松许多。应该没有后续了吧？愿女神庇佑他们，愿他们一路顺利。缓了几秒，克莱恩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的标志。邓恩戴上帽子，指了指门外道，我得去巡视拉斐尔墓园了。忘记一件事情，伦纳德和警察部门对密修会成员的追查有了一定成果，找到了搭载过他们的马车夫，确定了他们在廷根市的临时居住点，但他们相当谨慎，没留下特别有价值的线索，不愧是古老的隐秘组织。克莱恩感慨附和道。邓恩点了下头，转身走向门口。3秒之后，他停了下来，回过头道，还有你成为正式成员的申请，盛唐也许还需要2到3天才能回复。这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事情分别属于不同部门管辖，效率并不一样。我明白了，克莱恩真诚地回答道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心里帮队长默默补充了一件事情，今天记得提交报销申请。目送着邓恩离去，克莱恩听见了棕发女孩罗珊惊讶的嗓音。女神啊，克莱恩，你要成为正式成员了吗？我记得你加入我们还不到1个月。克莱恩笑笑道，在我服食了占卜家魔药后，这已经是肯定会到来的事情。有道理。罗珊呆了几秒，忽然哀叹道，我还祈祷着你尽快完成神秘学课程，加入轮值武器库的名单，结果，女神啊，每隔2天就要值1次夜，我可不是不眠者。我的皮肤，我的状态，女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你不是应该很习惯这种生活了吗？在我加入之前，一直都是你和布莱特、老尼尔轮值吧？克莱恩疑惑反问道。罗珊表情悲痛的摇头道，不，之前是4个，更早是5个，可惜科恩里选择了成为不眠者。薇欧拉在上个月没有续签合同，加入了霍伊诺尔机械公司。她是一个非常有制造天赋的女孩子，只是缺乏机会和金钱。而5年的文职人员生活给了她足够的积累。说到这里，罗珊忽地看了克莱恩一眼，掩嘴笑道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了，克莱恩，你尽快结婚吧。然后不小心将非凡者的秘密暴露给他，这属于非常轻微的泄密，不会有特别严重的惩罚，毕竟没有谁能长期隐瞒过同睡一张床的人。到时候你就能介绍他加入我们，成为文职人员。完美的计划。克莱恩嘴角微动道，罗珊小姐，你也可以尽快找一名丈夫，这应该更加容易。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办法泄露秘密给他。罗珊闻言，眼睛圆睁，嘴巴半张地说道，这怎么可以？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必须仔细的观察，认真的挑选，并用一定的时间来验证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。克莱恩没有和罗珊小姐讲道理，笑着寒暄了几句，告辞进入地底。来到武器库，他看见老尼尔正在折腾手磨咖啡，于是坐了下来，耐心的等待。你应该快成为正式成员了吧？老尼尔边进行过滤，边随口问道。队长说还需要2到3天，而且不知道盛唐会不会批准。克莱恩坦然回答。嘿，老尼尔笑了一声，这种事情盛唐不会否决的，尤其你已经成为非凡者。说到这里，他转过头来，笑呵呵望着克莱恩道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每一位职业者正式成员都必须通过一个仪式，那就是独立完成一个任务。当然，邓恩肯定会给新人挑选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那种，并且你还是辅助型的占卜家。第81章久闻中见，必须独立完成一个任务才是正式成员。克莱恩愣了一下道，可是我们1周都未必能有1次任务，而且不一定简单，这岂不是意味着我差不多得1-2个月才能正式成为职业者，才能升职加薪？老尼尔嗅着咖啡的味道，瞥了他一眼，这只是职业者之间的仪式，毕竟我们站在对抗超凡危险的最前方，肯定不希望身边的队友是时刻需要照顾的小孩，而这不影响你拿到正式成员的薪水，获得对应的权利。
履行必要的义务原来是获得其他职业者认同的仪式啊。可是，尼尔先生，你为什么要强调不影响我拿到正式成员等级的薪水？我有表现的那么明显吗？克莱恩摸了下自己的脸庞，尴尬一笑，转而问道：必须是有超凡性质的任务吗？本来应该是这样，但你昨天表现的确实相当出色，巧妙的击杀了一位至少序列8的非凡者。我想弗莱、洛耀他们应该已经认可了你，所以邓恩或许仅仅只派一个普通的任务。老尼尔忽地感叹道：薪水翻倍啊！我这一生都不会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了。克莱恩笑了2声，主动提及自身序列途径的事情。尼尔先生，你认为占卜家对应的序列8是小丑真实吗？其实回想保密资料上的描述，倒是挺符合的，一个擅长技巧型格斗的职业。我无法给你保证，但我认为这个可能很大。首先，它与资料上的记载吻合，以敏捷的动作、技巧型的格斗为特点。其次，别的序列途径也有类似的情况。你知道窥密人对应的序列8叫什么吗？老尼尔笑呵呵反问道。不知道，教会的资料上没有。克莱恩坦然摇头。老尼尔嘿了一声道：我和机械之星的2个老家伙是熟人，他们用开玩笑的口吻提过，窥密人对应的序列8模样名称是格斗学者，你听见没有？格斗学者，雨神啊！我一点也不喜欢格斗，这完全不符合窥密人的形象。可以理解，窥密人在寻求事物背后的秘密，格斗也属于事物的一种。克莱恩想了想道：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继续神秘学的课程吧。你还有很多仪式魔法需要掌握，你还必须真正学会怎么制作符咒和护身符。老尼尔弄好了手磨咖啡。好的，克莱恩坐了下来，在心里安排着今天的时间。上午学习神秘学，翻阅各种历史资料，并提交报销申请，用过午餐，去射击俱乐部练习，然后前往位于金梧桐区的德维尔图书馆，看能不能借到霍纳奇斯主峰相关的学术专著和对应期刊。做完这一切，如果还有时间，就去占卜俱乐部坐一坐，扮演不能有丝毫的放松。等申请批下来，领到了费用，就在回家途中顺路添置一套正装。明天上午申请材料，尝试着给梅丽莎和班森制作避免厄难的护身符。一间垂着吊灯、装饰典雅的餐厅内，几位朋友正在祝贺乔伊斯·迈尔逃过厄难，回到廷根。我们都看到报纸了，仅是文字的描述就让人感觉害怕。一位汗下留着短须的男子感慨道：乔伊斯，很难相信你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遭受了这样的磨难。干杯！厄运已经远去，阳光照射着我们，蒸汽在上。乔伊斯和他的未婚妻安娜同时举杯，与朋友们碰了一下，然后一口喝掉里面所剩不多的香槟。这些天里，安娜真是担心极了，我怀疑她每晚都在哭泣。我邀请她喝下午茶的时候，她也总是走神。幸运的是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否则我怀疑她会就这样死去。一位盘起了棕发的年轻女士望了眼安娜，对乔伊斯说道：她有一个小巧而可爱的鼻子，如果安娜遭遇类似的事情，我也会这样，甚至更加失态。鹰钩鼻的乔伊斯眼神温柔地看了看旁边的未婚妻。安娜不太习惯在别人面前展露感情，望了长桌另外那头一眼道：博格达，你为什么一直低着头？我感觉得到你的心情很差。那位有着小巧鼻子的年轻女士代替对方回答道：博格达生病了，内科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肝脏出了大问题，用药物只能降低疼痛，无法真正治疗，必须进行一场外科手术。主啊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安娜和乔伊斯又诧异又关切地问道。博格达是位留着很浅短发的年轻男子，他脸庞泛黄，往常精明的红色眼眸也染上了暗淡。上周的事情，因为乔伊斯还没有回来，我让伊琳他们不要告诉你。博格达苦笑着解释了一句。乔伊斯沉稳问道：你考虑好什么时候进行手术了吗？博格达的表情变换了几下道：不，我还没有做出决定。你们知道的，那些外科医生简直就是屠夫，做手术的人就是砧板上的肉块，被他们随意的宰割。我看过不少报道，他们甚至会拿着斧头帮人做截肢。主啊，我怀疑我会死在手术台上，但是如果再拖延下去，也许手术都救不了你了。汗下留着短须的男子劝了一句。这时，安娜突然插言道：博格达，或许你可以考虑去做一次占卜，如果占卜显示一切顺利，那就尽快手术，要是占卜出来的结果不好，就寻找别的办法，跟着占卜师的提示去寻找。我认识一位真正的神奇的占卜师，不，更应该称呼他为占卜家。
我想他肯定能帮到你，真的。伯格达带着明显的怀疑神色反问道。他们另外的几位朋友也是差不多的态度。真的，安娜毫不犹豫的点头。我找过他占卜乔伊斯的状况，然后他告诉我，回家吧，你的未婚夫正在家里等你。当时的我和你们一样，心里充满了怀疑。可是等我回到家中，真的看见了乔伊斯，他真的回来了。这一点我可以作证。乔伊斯附和道。他没有说自己上门请求解梦的事情，因为警察告诉他克里斯还没有被抓到，所以他必须隐瞒这个秘密，以免招来报复。主啊，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。占卜真有那么神奇吗？一声声惊叹里，伯格达沉思片刻道，或许我真的该去占卜一下。安娜，乔伊斯，能告诉我那位占卜家的地址和姓名吗？安娜松了口气道，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，那位占卜家在豪尔斯街区的占卜俱乐部，他的名字是克莱恩·莫雷蒂，金梧桐区德维尔图书馆里。克莱恩用导师夹在信里的介绍函，成功办好了借阅证。他一边翻看着手里的小卡片，一边问着几位管理员，你们这里有霍纳奇斯主峰古代遗迹研究吗？鲁恩人出版社出版的其中一位管理员立刻回答道，请您稍等，我找一下。他转过身体，面向着那一个个抽屉，拉开了对应霍纳奇斯首字母的那个，接着依照一定的规律翻出了几张写满单词的卡片。仔细看了一遍，他摇头道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们没有收藏这本书，真是遗憾啊。克莱恩略显失望的回答，看来只能写信给鲁恩人出版社了，或者回霍伊大学一趟。与此同时，他暗自感叹这个世界的图书馆还在用古老的方式管理。你们需要一台电脑，可惜我撤不出来。克莱恩自嘲了一句，转而问道，那有新考古、考古学综述等期刊吗？有的。那位管理员肯定的回答道，之前刚有先生归还。他重新翻找出对应卡片，给克莱恩指明了书架所在的位置。克莱恩来到那里，扫过一个个期号，抽出了导师提到的几本，然后他随意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，就着下午灿烂的阳光，在安静的图书馆里翻阅起资料。古代遗迹不仅存在于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，而且还广泛存在于主峰周围的林地、山谷和缓坡。这些遗迹由高耸的穹顶和一根根巨大石柱组成，可以直观的用恢宏来描述。让人疑惑的是，这里的原住民是怎么开采并打磨出这些石料的？首先，我们假设他们是就地开采，不需要运送上山。一个奇怪的规律是，越靠近山顶，遗迹越宏大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山顶没有任何遗迹。根据我们的推测，这里本该有一个不像人类建筑的宫殿，用来祭祀的神殿。不像人类建筑的宫殿，用来祭祀的神殿，难道就是我梦中看见的那个？克莱恩思绪纷呈间，忽地听见几道脚步声由远及近。他抬头望去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庞，常在报纸上出现的脸庞。方形脸，浓眉毛，坚挺的鼻子，暗金的短发，蔚蓝的眼睛，紧抿的嘴唇，这一切都属于廷根，是一位名人、慈善家、企业家，这座图书馆的主人德维尔爵士。在德维尔身旁是克莱恩曾经见过的中年管家。克莱恩隔了10来米的距离，望着他们路过，心中好奇的抬起右手，轻敲了眉心2下。第82章草药店，各种颜色浮现，气场映入眼中。克莱恩随意审视了一下德维尔爵士的状态，身体很健康，几乎没有隐藏的问题，情绪非常差，暗淡之中透着虚弱，精神虚弱，睡眠不好。可问题是，他头部的紫色没有一点问题啊。克莱恩无声自语之中，德维尔爵士一行越走越远，离开了图书馆。收回目光，克莱恩捏了捏额头，暗自感叹了一句，做富豪也不容易啊。他没多关注这件事情，重新将视线投向了面前的期刊杂志，一篇篇读完。克莱恩没找到太有用的线索，只是确认了几件事情。首先，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及周围确实存在过一个古老的国度。其次，这个古老国度的历史能追溯到至少1500年前。再次，他们的建筑风格以宏大为主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壁画。从壁画上可以看出，他们相信人死之后会在黑夜里庇佑亲属。最后，在那些遗迹里，随处可见象征着黑夜的符号，但又与黑夜圣辉明显不同。如果有机会，不，哪怕有机会，我也不去那里。克莱恩咬牙低语了一句，决定远离作死。他收拾好那些期刊杂志，
将它们放回了原本的位置，然后戴上礼帽，提起手杖，离开了德维尔图书馆。占卜家俱乐部，伯格达看着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道：“我想占卜。”安杰丽卡礼貌性笑道：“您有指定的占卜师吗？或者翻看我们的介绍，选择最适合您的那位。”伯格达按了按腹部右侧，无声吸了口气道：“我想请克莱恩·莫雷蒂先生帮我占卜，可莫雷蒂先生今天并不在。”安杰丽卡不用确认的回答道。伯格达一下沉默，来回踱了2步道：“莫雷蒂先生什么时候会过来？谁也不知道，他有自己的事情。据我观察，他周一下午来的次数最多。”安杰丽卡边思考边说道。好的，伯格达脸色一暗，转身打算离开。先生，您也可以挑选别的占卜师，比如廷根市有名的海纳斯·凡森特先生。安杰丽卡尽力挽救着生意。伯格达顿住脚步，犹豫了下道：“不，我只相信莫雷蒂先生。我能在这里等一会儿吗？也许他忙完自己的事情就会过来。”没有问题，安杰丽卡温婉笑道。伯格达来到沙发区域，坐了下去，时而摩挲手杖，时而望向窗外，显得相当焦躁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就在伯格达脑袋一片混乱，不知该走还是该继续等待的时候，他听见那位漂亮的女士惊喜喊道：“下午好，莫雷蒂先生。”克莱恩看见熟悉的安吉丽卡，本想随口问一句：“怎么又是你在这里？难道你不需要休息，没有假期吗？”不过他立刻考虑到自己是一位占卜家，不应当问出类似的问题，而且反倒该用神棍的口吻道：“命运真是奇妙啊，安杰丽卡女士，我们又一次相遇了。这会不会像在搭讪？”克莱恩想法急转，最终只微笑着回答：“下午好，安杰丽卡女士，有位客人想找您占卜。”安杰丽卡指了指沙发区域，慌忙站起的伯格达道：“竟然有人指定我！”克莱恩惊喜的摘下半高丝绸礼帽，顺手捏了眉心2下。下午好，这位先生。他目光望去，话语突然停顿。在他的灵视里，求卜者肝脏部位的颜色暗淡无光，近乎转黑，连带着让身体其余部位也失去了平衡，气场各有辩驳。克莱恩斟酌了下，表情严肃的说道：“这位先生，你应该去看医生，而不是来占卜。”伯格达愣在了那里，旋即露出惊喜的神色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真是神奇啊，安娜没有骗我。”他猛然抬头，恳切的望向克莱恩：“莫雷蒂先生，我其实已经看过医生，接下来或许会有一场手术，但我对手术充满恐惧。希望占卜出结果的好坏，这个时代的手术还真是非常危险。虽然有罗塞尔大帝的推动，但还是缺乏很多必要的科技点。”克莱恩没有拒绝，微微点头道：“我占卜的价格是8便士，有问题吗？”8便士？伯格达愕然出声：“您竟然只收8便士？按照安娜的描述和莫雷蒂先生刚才的表现，我至少愿意给1磅。没听说过薄利多销吗？”克莱恩一阵尴尬，想了几秒，嘴角上翘，从容淡定的回答：“获得神灵的启示，窥见命运的一角，这是足够幸运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谦虚，克制贪欲，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得到恩赐。您是一位真正的占卜家。”伯格达以手按胸，行了一礼，语气非常真诚。感受到这种赞美与相信，克莱恩的灵性又仿佛轻松了不少，而刚才描述的行事准则也让他似乎触及到了什么。“安杰丽卡小姐，黄水晶房能使用吗？”他转头看向旁边的漂亮女士。安杰丽卡悄然为伯格达松了口气，甜美笑道：“可以进了占卜房。”克莱恩让伯格达反锁房门，自身则坐到桌子后方，捏了捏额头：“我们用塔罗牌来占卜，怎么样？”他微笑询问了一句。灵摆法只适合测与自身相关的事情，而画星盘太浪费时间。您做决定。伯格达毫无意见。于是克莱恩让他洗牌、切牌，摆出了一个英蒂斯牌阵。仗着占卜家的特殊，克莱恩没有去翻别的纸牌，直接掀开了象征最终结果的那张。逆位的命运之轮，事情会向坏的方向发展。他瞄了一眼，语气郑重的说道。伯格达的脸色瞬间苍白，他嘴唇翕动了几下道：“没有希望吗？”克莱恩秉持着尽力的想法道：“那我换一种占卜法，麻烦你留下你的戒指，并在这张纸上书写你的出生年月日，然后到外面安静等待被他温和舒缓的嗓音感染。”伯格达冷静了下来，按照吩咐写好了信息，留下了戒指。目送对方出门，克莱恩在记录信息的纸上书写了一行单词。伯格达
琼斯的肝部手术结果，他拿起戒指和纸张，往后靠住椅背，又一次尝试梦境占卜法。迷蒙扭曲的世界里，他逐渐找回了自我。看见刚才那位先生脸色暗淡的倒下，看见他蒙着白布从摇晃不定的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。这一次，克莱恩没再遇见奇怪的事情，没再出现那种被注视的感觉。他很快苏醒，眉头微皱，考虑着该怎么告诉伯格达结果。手术很大可能导致死亡，我今天才学会的治疗用仪式魔法倒是可以试一试，但这会暴露非凡者的事情，而且必须先向队长申请。未必能治疗这么严重的疾病。克莱恩苦苦思索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。格拉西斯先生的肺部疾病是被一位药师治好的，他说对方的药剂非常神奇，叫什么来着？对，罗森·达克威德，东区弗拉德街18号，罗森的民俗草药店。因为当初用心记忆过此事，克莱恩很快就想起了细节。他手指轻敲桌子边缘，很快做出了决定，用灵摆法迅速确定了想法的好坏。克莱恩开门而出，看着慌忙站起的伯格达，边递还戒指边温文笑道：“我看见了你的希望，真的？”伯格达惊喜反问道。克莱恩没有回答，自顾自说道：“你的希望在东区，在弗拉德街，和罗森这个单词有关。如果你没有找到，周一下午4点以后再来这里找我。”好的，好的。伯格达连声点头，激动地掏出了钱包，数出了一个5便士和3个1便士。他完全按照克莱恩刚才的说明，没有用小费腐蚀真正的占卜家。克莱恩嘴角微抽地接过，笑容和煦道：“希望你尽快找到希望。”等到伯格达离去，他和上次一样，既交了抽成，又给了安杰丽卡小费，假装自己收的是一苏勒。东区弗拉德街，伯格达从街头走到了街尾，走了足足3回，走的肝部又隐隐作痛。终于，他确认这条街上与罗森有关的事物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位于18号的罗森的民俗草药店。鼓起勇气走了进去，他闻到了各种草药的味道。看见店铺老板是一位黑发很短、脸蛋很圆的30-40岁男子，这位老板正穿着类似乡村巫医的服饰，长袍深黑，绣满各种奇特的符号。您好，您有能治疗我疾病的药剂吗？伯格达礼貌地问道。那位老板抬起头，用深蓝色的眸子扫了伯格达一眼，嘴角微翘道：“你肝部的疾病很严重啊，但一切的前提是你有没有钱，足够付药剂的钱。”他能看得出来。伯格达豁然多了几分信心，慌忙点头道：“您的药剂价值多少？10磅。这很公道。”老板随手从柜台下掏出了一包草药道：“加水，足够的水，一起煮成药剂，煮完再加10滴新鲜的公鸡血液，然后立刻喝下去。这包草药能煮3次，3次之后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”说话间，他拆开那黄褐色的纸张，往里面又丢了几种奇奇怪怪的草药，听起来非常不可信啊。伯格达吞咽了口唾沫道：“就这样？”老板凝望了他一眼，忽地露出笑容道：“你还想要别的？这包怎么样？等你肝部的病好了，保证让你和你的夫人满意。”他嘿嘿掏出另一包黑脂草药，压低嗓音道：“里面有添加木乃伊粉，相信我，很多贵族都在服食这种东西，放入茶里或者熬汤喝。”伯格达对老板的信心完全动摇，甚至感觉恶心。“我相信莫雷蒂先生。”他深吸口气，掏出皮夹，从所剩不多的金棒里抽取了2张最大面额的钞票。第83张雕刻。拿着黄褐色纸张包裹的草药，伯格达晕晕乎乎的离开了罗森的民俗草药店。等待有轨公共马车的时候，他豁然醒悟了过来。整整10磅就买了这么一包东西，这接近自己1个月的薪水了。要不是相信安娜和乔伊斯，自己根本不可能带这么多的现金去占卜俱乐部。难道莫雷蒂先生只收8便士占卜费用的背后，是和罗森草药店的黑心老板合作，以赚取更多的利润？这很像报纸上的经典诈骗案例啊！伯格达联想前后，竟有点怀疑起克莱恩，甚至怀疑起乔伊斯和安娜。有轨公共马车停下，他看了看手中的草药，最终还是没能厚着脸皮返回，只能心情沉重的进入车厢。罗森的民俗草药店里，老板望着伯格达的背影远去，忽地回头向堆放草药的后门位置喊了一声：“谢尔敏，今天开始不要再去收购草药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老师，为什么？”一个顶着乱蓬蓬头发的清秀少年走了出来。老板笑了笑道：“这是第16个因为我的名气上门的顾客，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我想职业者、代法者和机械之星都会注意到我，
是时候考虑去别的城市了。那这家店铺需要转让吗？谢而明恍然点头，关切地问了一句。老板嘿了一声道：如果你想留下，可以做这家店铺的老板，在分辨草药、调配药剂方面，你的能力已经足够了。当然，你每个月利润的50%记得存入我在贝克兰德银行的不记名户头。可是，我还没学会您真正擅长的东西。谢尔敏既厌倦一个城市待不了1年的生活，又对老师擅长的神奇配方颇为不舍。老板坐到躺椅上，悠闲地摇晃着道：那可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。一杯黑绿色的沸腾液体出现于了伯格达眼前，那臭袜子般的味道，那让人想要呕吐的颜色，都使得他深刻怀疑起今天的一举一动。刚流出来的公鸡血液被滴入了药剂，伯格达的父亲忧虑地看着儿子道：我认为手术是最好的选择。不多的公鸡血在沸腾液体里翻滚了几下，消失不见。伯格达深吸了一口气道：如果这次的药剂再没有作用，我就考虑手术。主会庇佑你的。伯格达的父亲在胸口画了3角圣徽。等到沸腾的液体变凉，伯格达抱着不能浪费10磅金钱的念头，右手一抬，眼睛一闭，脑袋一扬，咕噜咕噜将药剂全部喝完。带着些许血腥味的恶臭回荡于他的口腔，让他险些将刚才喝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。这一晚，伯格达发现自己吃坏了肚子，足足去了6次盥洗室。等到绯红之月快要消失的时候，他才迷迷糊糊睡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忽然惊醒，因为梦到了公司老板的斥责。幸好，我请了3天年假，不用赶着去公司。伯格达放松地吐了口气，忽然发现自己的精神相当好，这与过去几周的低沉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伯格达下意识伸手按了按腹部右侧，只觉之前稍微用力就刺痛到无法忍受的区域变得正常，仅有普通的按压痛。不会真有效果吧？那个药剂师明显是在唬弄人啊！伯格达又惊又喜又疑惑地翻身下床，活动起身体，只觉久违的健康感回来了。他沉思许久，自言自语道：按照那位药师的吩咐，还要喝2次药剂，等到喝完，我就去医院再找一位内科医生看一看。那位药师好像没说一天喝几次药剂，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像骗子。黑金级安保公司的文职人员办公室内，克莱恩提前恳求，获得了一个无人打扰的环境。他拿着刻刀，抒发着灵性，认认真真的在2块银石上雕琢皱纹和象征符号。那是祈求避开厄难的赫密斯纹，那是象征着黑夜女神，象征着厄难与恐惧女皇的2个神秘学符号。除此之外，克莱恩还添加了女神对应的灵数期和有关的魔法标识。另外，符咒和护身符的2面都必须进行雕刻，而每一面上布置哪些符号、哪些皱纹、哪些标识，它们各自占据什么位置，有什么特殊的格式，则属于神秘学的进阶范畴，普通人之间流传的充满谬误。此时此刻，克莱恩右手边放着不少雕废了的材料，通过反复的练习，确认自己已熟练掌握，他才敢于为哥哥班森和妹妹梅丽莎制作护身符。精神沉淀，灵性自他的刻刀尖端喷薄外涌，在银石表面勾勒出了7这个数字。银石另外一面的皱纹和符号，他已雕刻完毕，就等待着这一面收尾。当最后一刀落下，所有的灵性串联在了一起，克莱恩忽然感觉到房间内有奇怪的、磅礴的、恐怖的力量在涌动，涌动很快消失，银石2面的皱纹在克莱恩的灵视中完全组合成了整体，散发出宁静而平和的黑色。他放下刻刀，摩挲着圆形和医术构成的银饰，只觉触感温润里带着几分清凉。好了，他欣喜地将之前制作好的护身符与刚完成的这块共同收入衣服口袋，打算等机会送给哥哥班森和妹妹梅丽莎。由非凡者制作的这种护身符具备一定的效果，能让佩戴者不知不觉避开相当程度的厄难，但不会太过夸张，而且灵性会一点点流失，除非使用了高阶的仪式魔法，祈求完整的固化，否则1年的使用期就是极限了。而高阶的仪式魔法对灵性有着可怕的要求，非克莱恩目前能够承担。到时候再重新用灵性勾勒一遍。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，开始收拾凌乱的桌子。他暂时没有为自身制作物品，因为这种等级的护身符对他效果有限，所以他的目标是更进一步掌握符咒学后，配合仪式魔法，制作几个用特殊音节开启的符咒防身。做完收尾工作，克莱恩刚走出文职人员办公室，准备上交报废的材料，就看见队长邓恩一身黑色风衣的过来。邓恩幽邃的灰眸一扫嘴角上翘道：
克莱恩圣堂已经批复，你是我们的正式成员了，真的，这太好了。克莱恩半真半假的表现了惊喜。邓恩微笑点头道，你现在就可以去补领这周的薪税3磅，之后每周4.5磅，直到预支的费用还清。对了，我提过职业者的仪式吗？每一位正式的职业者都必须去独立完成一个任务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同伴的认可。考虑到你之前的出色表现，我认为可以用被委托的普通任务代替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再正式向廷根市所有职业者介绍你。克莱恩毫不犹豫地回答道。好的，3磅加报销的7磅，再添置一套正装完全没有问题了，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剩余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等到任务。克莱恩这一等就等到了周日，等到了赛琳娜的生日晚宴。换好正装，用刷子和手帕清理了半高丝绸礼帽，克莱恩照了照镜子，非常满意的走入1楼。而这个时候，梅丽莎正在上下打量班森的衣物。有问题吗？班森扬了扬手杖，被妹妹的目光瞧得有点心虚。他自我审视了一番，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问题，已经穿得足够体面。梅丽莎收回视线，表情严肃的说道，班森，你这是很旧的正装了，今天的生日晚宴会有不少出色的小姐和女士参加，我认为你这样的穿着是对他们的不尊重。克莱恩本来充满疑问，可听到梅丽莎的强调后，顿时醒悟过来，笑呵呵凑上去道，我和班森的身材差不多，他可以穿我另外的那套燕尾服，他已经向哥哥和妹妹交代过新买了一套正装的事情，说是检查某些文物时，衣服被挂刺弄坏了，于是公司慷慨的进行了赔偿。当然，他隐瞒了升职加薪的事情，怕吓到梅丽莎和班森，打算等半年再告诉他们。这样的解释听得班森和梅丽莎非常羡慕，觉得黑金级安保公司真是难以挑剔的雇主。没有这个必要吧？班森依旧没弄清楚状况的反问道。不，非常有必要。克莱恩推着班森的肩膀走向了楼梯，我的那套燕尾服就挂在衣帽架上。目送完班森一脸茫然的上楼，克莱恩转身对梅丽莎笑道，你希望班森能借助赛琳娜生日晚宴的机会，与某位小姐开始一段美好的感情。他这段时间看了不少报纸和杂志，知道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宴会往往多有相亲的作用。梅丽莎认真点头道，是的，班森为了我们已经错过太多。妹，你怎么活出了妈妈的感觉？克莱恩看着梅丽莎，忽然摇头失笑。